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王俊宇律师楼的新一档节目《真假律师说》。相信大家来美多年，和许多移民律师、中介都打过交道，但是在找律师的时，找了太多律师了，就根本不知道哪些信息是真的，哪些信息是错的。所以在节目中，王律师会以自身的移民经验和移民法律，给大家纠正其他律师楼提供的错误移民知识。首先，我们先来欢迎一下王俊宇律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王俊律师。我做移民近20年，我们加州跟纽约都有分所，为了服务全美国的华人。我们是专门做移民的，而且我们的特长就是疑难杂症，就是移民界的癌症。所以有缔结令的人呢，觉得无望的人呢，都可以来找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移民的专家。我在这个20年有创了很多新的方法，包括那个机场入境的人可以先拿绿卡后翻案。奥巴马总统发布了那个601A 的时候，我把它用为给我的缔结令的客人，通过加上一个212豁免。我 U 签证是很多人知道我的，因为当初没有名额，因为名额都没有被用掉，有名额可是没有被用，然后呢都没有人知道 U 签证。那个时候我也是为我的老李客人发现到 U 签证的那些假结婚啊，还有那些刘凤玲假庇护啊，就是所有的那种不同的方法，还有那种大陆中介大量用的方法，都是当初我做的，比如说 B 转1A 转那个 H1B， 或者直接转那个 EB1C， 这些都是我的创新。所以我对这个行业真的是不仅仅是非常了解，也是非常贡献。对，而我们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，需要移民帮助的朋友呢，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。纽约电话是718-353-9264，或者加州电话626-396-9264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将来讲高泰律师楼 Law Office of Theodore Cox 他提供的一些错误移民知识。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视频。第一大类是在美国有直系亲属、绿卡、公民，比如说身份的，你们按自己的情况有几种可以做的事情，并且应该尽快做。第一种是，如果当年有合法入境，应该尽快让有身份的亲属申请你，并且请求检控官一起联合开案，把缔结令取消，然后简单可以调整身份，拿到绿卡。所以视频中他讲说，在美国呢，如果你有直系亲属，这些包括绿卡或者公民，然后你是合法入境的，可以通过联合开案取消缔结令。之后呢，就直接申请绿卡，就这么简单了。王律师，这对吗？这里有好多错误。第一，直系亲属这个定义不包括绿卡，所以如果配偶或者父母是绿卡，那没有用的，这个不叫直系亲属。直系亲属只是限制于公民的21岁以下的子女，或者公民21岁以上公民的父母，或者公民的配偶，仅此而已，这3种人。所以任何提到绿卡都不是直系亲属。第二呢，这个联合翻案这个方法是跟着总统的，所以要在 Trump 的时候做联合翻案是没有这个可能的。联合翻案一直以来是一个方法翻案，就是在翻案的条款上有一个地方就是翻案有时间限制，可是呢有一些事情不用时间限制，然后移民局律师递交的
犯案是没有时间限制，所以这个就是联合犯案的道理，在这个条款里，就是对方律师如果同意跟你一起犯案，这个叫联合犯案，就没有这个时间限制，因为时间是最大的犯案的拒绝的原因。那联合犯案为什么移民局律师会给你联合犯案呢？因为总统是偏向移民的，才会叫他的移民律师同意联合犯案。所以这个方法是跟着总统的，所以在拜登的时候是有，可是在 Trump 的时候是没有，然后在 Obama 的时候是有，所以一直以来是这样子来来回回的。那如果你要再做联合犯，你也要等到下一任总统。可是唯独不变的，不管哪一个总统是条件，联合犯一直以来都是要有直接的拿绿卡的办法，就是只有这个缔结令阻碍，而这个人就可以拿到绿卡了。所以一直以来都限制于直系亲属的移民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个视频。豁免就是包括两套豁免，212豁免，然后601A 豁免，这样的豁免来说，要出境离开美国回去领事馆移民回来，拿到绿卡回来，应该在中国差不多4个月移民回来。视频中他说，做这个212-601A 豁免这条路呢是需要回国的，然后你回国呢是需要大约4个月才回来。王律师要这么久吗？没有，连疫情的时候我也有客人回广州签证，也是走这个601A 212的路，或者只是601A 的路，都没有那么久的。如果有这么久，那是因为被卡了，不是那个正常的程序。在疫情之前都是2个礼拜之前走都可以，就是足够的时间来做体检，在中国就够了。所以2个礼拜之前都可以。然后疫情之后呢，就是因为有疫情有那个隔离的规定，所以呢，就是多了那个通常是14天嘛，所以就多了这个2个礼拜要隔离，所以最晚也可以1个月之前回去。那现在的客人呢，也是一样的，也可以呢最晚2个礼拜之前回去，所以呢，就是从来没有4个月。好，那再讲一下他下一个视频。如果当然有麻烦的事情呢，你不要出境，比如说什么申请签证，甚至有假的材料在档案里面呢，根本不要离开美国哈。所以视频中呢，他还是聊到做这个212-601A 豁免这条路。他的意见是说，如果你有假的材料，最好不要出境，不要走这条路。王律师，这对吗？不对的，因为如果你有欺诈的问题，你还是可以做一个欺诈豁免，这个是 I601，所以 I601A 是预期居留的豁免， I601 是欺诈的豁免。虽然这2个豁免只差一个 A 字，可是天大的差别，它完全是无关的。所以呢，你还是可以做一个601欺诈豁免，如果你有欺诈。唯独的困难就是说，这个欺诈豁免一定要在等到广州领事馆说你有欺诈，你才能做，所以可能会卡你个1年吧，那个时候才能递交那个601，然后移民局要审这个601，所以可能卡个1年吧。如果跟移民局加快，可能会快一点吧。所以，还是可以做，就是会拖你在中国的时间。那如果你有别的瑕疵，除了欺诈的话，那这个你就最好是不要出境，比如说你是有重返的问题，或者什么造成你永久的禁令，或者你有这个缔结令，就是没有做212，也没有犯案，那么你就是走了就10年不能回来。好，那下一个视频。那第3种是，如果你在很久之前机场入境有白卡。被抓了，机场被抓，白卡挨就是这个是parole， 这种情况可以清楚直接申请绿卡，调整身份先调整身份，
之后取消抵制令，这个要快一点做，纽约好做。What？有的地方，比如说是美国南方的地方，那个保守的那个崇拜川普的地方，移民局那个地方可能这个不行，每一个地应该跟律师讨论，你住在哪里，你要不要做这个方法？纽约是很肯定没有什么问题，别的地方肯定有问题。视频中，他讲关于另一队的人，他们是之前入境机场被抓，有I-9事，这些人可以先拿绿卡，再取消地检令。这个方法呢，在纽约好做，在有些保守的州就不行了。王律师是这样吗？所以再讲清楚一点，这个方法就是我创了一个方法，就是机场入境的人可以先拿绿卡后翻案。先拿绿卡后翻案。如果你是机场入境被抓的人，有I-9事，那可是也要有直系亲属，就是不是绿卡的人，就是要像公民孩子21岁申请你，所以是可以这样子拿绿卡先后翻案。那至于地点呢，这个就不对了。纽约也有不好的移民官员，也会拒绝这种人的申请，因为左主权就是英文是 discretion， 就是反正不想给的意思，然后会叭叭叭列出来你所有的移民的历史来到达这个结果，或者瞎编的，就是把你那些优点降低，然后把你的一个两个缺点就是扩大。所以呢，有不好的移民官员在纽约。然后我真的是每个月有去一个问话，然后在全美的问话我都有去，所以呢，我还蛮熟悉这个不同的地方，因为有加州分所嘛，所以加州分所那边都是有西岸的客人嘛，所以真的是全美国的不同的移民局，我还多半都去过了，在我这个近20年，有好的官员在外州。对，因为外州人不叫朴素，虽然他们不叫共和党，可是他们是为移民局上班的，所以呢，他们也不是那么的共和在那一方面。然后移民局多半的为移民局工作的人都是想给予的，他不是 ICE 的官员，所以呢，就是这种人都是在做这个行业的话，就已经是一个就是偏向给的，然后是有差别，可是这个差别不是限制于一个整个办公室，这个也是个人来讲，所以那另外也是看你的个人的案子，所以呢，我可以这样子讲。地点是重要，如果你已经在一个地方失败了，你可以再重新申请换个地方，可是不要为了地方而搬家 ，OK？ 因为这个不一定会达到你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视频。还有，如果这个都不行，没有什么直系的亲戚在美国有地接令的话怎么办？你就是可以打开发一个动议，靠改变国家的情况打开，因为本来说应该90天之内要发案，要申请打开发一个动议，超过这90天的话，这是为了改变国家的情况，可以发一个打开的一个动议，比如说你们是努力站在基督教会或者有什么民主党等等这样的情况，有办法，或者法轮功，比如说你地接令是99年之前，也这个也是法轮功是一个好的一个打开的一个办法。所以视频中他说就是如果刚刚讲的这些你都不符合，你没有亲属在美国的话，你还有另一个选项就是翻案。翻案的理由可以是比如国家改变了政策，或者比如法轮功。王律师，这样是可以吗？ Cox 这个人经常翻案，为了这个国家变化的理由，而且你可以问他的成功率多少，因为我看到了很多他的那个翻案都是拒绝了，因为跟他咨询过，或者他以前的客人来找我，所以呢，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理由翻案。这个是他的一个赚钱的方法。
国家变化虽然是一个条款在那个方案的里面，可以超过90天的一个 exception， 这个方法也是要真的是很大的变化。像那个投诉之前律师也是一个方法，可是这些都是有限制的，都不是好方法来超过那个90天。最主要的呢，就是有一些身份是不在乎这个缔结令，然后拿到之后可以再来翻案，就像刚刚讲，机场入境被抓的人，先申请绿卡后翻案，先申请绿卡后翻案，这是一个方法。另外一个是 U 签证，也可以申请到，哪怕有这个缔结令，然后拿到了都可以翻案，因为拿到身份了。还有呢，庇护家属也可以先拿到这个身份，然后再来把缔结令取消掉。然后还有第4个，就是那些暴力方面的，比如说那个家暴绿卡。所以呢，家暴绿卡真的是个绿色通道，所以就是哪怕你有缔结令或者怎么样，很多或者犯罪还是什么，你都可以拿到这个绿卡，然后再翻案。最后呢，还有 SIJS 特殊青少年绿卡，也是可以拿到之后翻案。所以呢，还是有蛮多身份是可以拿到的，哪怕有这个缔结令，然后拿到这个身份先，之后翻案就简单了。我要去工作了。所以呢，每一个节目结束，我都会讲说，我们没有建立律师客人关系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看我，可是我看不到你，没有关系存在。如果我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我讲的话都是给予意见，帮助你来，特别是在选律师的时候，傻傻分不清楚谁在讲实话，谁在讲谎话，让你知道，就是给予你我的意见。你可以听，或者你可以不听，反正你的身份是你的，所以自己要做慎重的决定。然后如果要建立一个律师客人关系，让我来负责你的身份的话，那么你要跟我咨询。谢谢黄律师。那大家如果要咨询关于您个人的案子，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，纽约办公室电话718-353-9264，或者加州办公室626-396-9264。王俊宇律师有近20年的移民经验，是移民的法律专家。我们的律师楼在纽约和加州都有办公室。同样喜欢这个节目的朋友，也可以订阅王俊宇律师楼的 YouTube 平台。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